你知道吗？艾滋病的早期症状可能和普通的这个感冒差不多，但如果错过这些信号，那后果可能就不堪设想了。欢迎来到本期视频，我们要揭开一个关于生命的秘密。那艾滋病呢，在不同的时期的症状到底是什么？那今天呢，我们不仅会告诉你每个阶段的一个症状，那最后来讲讲如何去保护自己，避免风险。最后还会为你们准备一些权威的一个防护建议。那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来深入了解这个你必须知道的知识点吧。感染 HIV 病毒的第一天不管是因为自己浪或者是不幸感染，那总之这个病毒呢已经成功的入住到人的体内了，那成为100万艾滋病毒携带者之一。那一开始没有任何的症状，病毒感染之后呢，在身体内会有一个由少到多的一个增长繁殖的过程。感染初期通常不会有任何的症状，那可是检测到这个病毒的抗原，但检测不到抗体。HIV 是一个十分狡猾的一个病毒那进入到人体之后呢，它们会直接入侵到人体的免疫细胞、淋巴细胞、巨噬细胞以及核树突状细胞。那在这些细胞中呢，这个病毒会把自己的 RNA 序列逆转录成 DNA， 那然后呢就插入到人类 DNA 链，形成一个前病毒。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它已经把自己的代码融入到你的生命程序中变成了细胞的一部分。那这种的前病毒非常隐蔽，免疫系统根本就发现不了它就算是你的这个免疫系统试图清理掉这些被感染的细胞，那这个病毒呢早就准备好了一个后路，它会藏在身体的这个储藏库中，比如说淋巴结某些组织和器官里伺机而动。那而这些病毒储存库正是让科学家们束手无策的地方。那这也是为什么艾滋病疫苗研发这么难，甚至至今无法完全根治的一个原因。那你可能会问那身体一开始有没有症状呢？那答案是没有。真是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呢。那在感染的头几天到几周，身体完全没有明显的一个警报响起，就像 HIV 的病毒是一个超级耐心的间谍，它不会急于发动大规模的攻击，而是安静的偷偷摸摸的增加自己的数量。那这个时候你可以通过检测找到病毒的抗原，但还检测不到抗体，因为免疫系统还没来得及完全识别这个新的敌人。那这个时候去医院，记住最好没有超过24小时，最迟72小时以内。通常来说呢，超过24小时阻断得看运气了。那及时的去医院检测，发现了艾滋病毒感染，可以在72个小时内服用阻断药。那这是一种紧急预防的手段但记住，越早服用效果越好。那开始今天的这个节目之前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哦。那我们继续说那感染了 HIV 的这个病毒的第20天呢，人体就会出现了类似感冒的症状，3个星期后症状消失。一般这个时候很多人会以为只是普通的感冒，没有引起什么注意。那感染到这个病毒的2到4周会进入到一个急性感染期，会表现出轻度的临床症状。那15%到20%的这个感染会出现这个发热、发汗、疲乏、肌痛、关节痛、厌食、皮疹、淋巴结肿大等这种类似的一个症状。那急性感染期呢，通常持续到1到3周之后，也有的感染者不存在急性的感染期，急性感染期结束之后呢，症状就消失，进入到一个潜伏期。那这个时候呢，去医院检查会被发现感染了艾滋病毒，但由于过了有效的阻断时期，就被迫展开了一个漫长的抗癌之路。那目前呢，主流的治疗手段就是鸡尾酒疗法。那鸡尾酒是一种混合多种酒水的，达到一个最佳饮用效果的一个调制酒。鸡尾酒疗法呢，本质上也是属于一种联合用药疗法，原来是指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的一个治疗那简称 HAART。
那鸡尾酒疗法呢，需要使用3种甚至3种以上的抗病毒药物，针对艾滋病毒繁衍周期的不同环节来进行治疗。至少包含的抑制剂呀，很多种蛋白酶抑制剂还有非核苷类的这个抑制剂，还有核苷类的这个抑制剂等3种这个是3种。那鸡尾酒疗法呢，不仅可以减少单一用药产生的一个抗药性，还能最大限度的抑制艾滋病的一个发展。那如果是土豪家庭，可以每月花费上万元使用国际的鸡尾酒疗法。那如果家境还算可以，那可以每个月花几百到几千使用国产自费的鸡尾酒疗法。那当然了，如果是薪资的底层，那也可以使用免费的鸡尾酒疗法。抗癌药物免费的这个市场份额呢，达到50%的一个规模。那终身性服用可以长期的抑制艾滋病毒在血液中呈不可检测的一个水平，几乎不影响生活。但是鸡尾酒疗法依旧具有毒副作用和耐药性，根据控制的情况，那寿命可延长20到30年。那到了感染病毒的这个第8年呢，一开始会出现类似于普通的感冒、流感的症状，身体会发热，全身疲劳无力，食欲减退。那一段时间后，病情开始加重，皮肤黏膜呢会出现白念球菌感染出现了各类单纯疱疹、带状的疱疹、紫斑、血包、淤血斑，出现的这个病症呢越来越多。那身体似乎就会陷入了一个腐朽的魔咒之中。那艾滋病的这个感染在急性的感染期之后呢，就会进入到一个无症状期。那无症状期最短是半年，最多呢可超过20年。那平均是7到10年，50%是在8年内发病，潜伏期间几乎是不会有任何的一个症状。那患者可以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但是到度过这个潜伏期之后，病毒储存库便会大量的复制这个病毒，造成免疫细胞的大量死亡。那临床上这个表现出艾滋病毒相关的症状就会进入到艾滋病期。那随着人体免疫功能的全面下降，从而感染各类的病菌，发展成免疫缺陷综合症。第一个情况，那有幸成为少数幸运儿3%、1%，成为精英控制者，终身无症状，但是它是没有自愈，但是呢终身的携带。那第二种情况就会成为天选之子自愈了，成为这个世界上第3个未经治疗而自愈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那在2020年8月在美国旧金山发现第一例自愈患者罗伦·威伦伯格。那2013年呢，一位来自阿根廷埃斯佩兰萨的这个女性，是在23岁时被确诊感染了艾滋病毒。那艾滋病毒的潜伏期间呢，她没有接受任何与艾滋病相关的治疗。在8年之后，对她身体内超过11.9亿的血细胞和5亿的组织细胞进行了检测，没有在她的基因组中发现任何完整的艾滋病病毒序列。这种人体自身免疫系统清除病毒的这个机制呢，研究者命名为清除性治愈。那这种自愈机制之所以能引起医学界如此大的一个轰动，主要还是在于艾滋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被认为不可治愈的，自愈更是不敢奢望的事情。那到了感染这个病毒的第9年呢，那艾滋病发病期第1年内脏被各种病毒侵犯，身体出现不明原因的持续性发热，一般长达3到4个月。那身体内出现了多种并发症恶性的一个肿瘤，经常性的呼吸困难，持续腹泻、便血。那随着免疫系统的全面崩溃，一般人会有50%的概率死亡。那或死于这个肺孢子虫肺炎，或者呢就死于这个余波息肉瘤，或者是中区神经系统的一个感染。那或者呢死于恶性的肿瘤，或者是死于其他的一些各类的病毒感染那如果没有治疗艾滋病患者一般呢会在6到19个月内死亡。那艾滋病病毒把基因整合到人体 DNA 时呢，可诱使细胞癌变。那随着免疫系统破坏，癌症极易发生。
也有可能再次成为天选之子，被彻底治愈。那在2009年发表在这个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篇文章引起了世界的轰动，也就是全球首个治愈的艾滋病患者诞生了。他是柏林病人蒂莫西·雷布朗。原来呢，早在2007年，蒂莫西·雷布朗的这个因患白血病而接受了骨髓的移植，而捐赠者的身体中恰好存在能阻隔 HRV 的这个 CCR5 突变，从而让艾滋病彻底的治愈。不过柏林病人的这个治愈太特殊了，难以复制。感染到病毒的第10年，艾滋病发病期的第2年有 70% 的这个概率死亡。这个感染病毒的第11年，艾滋病发病期的第3年，那有 85% 的这个概率死亡。那感染病毒的第13年艾滋病发病期的第5年，除非有奇迹发生，不然100%会死亡。那这个时候呢，人会消瘦到极致，出现了神经以及心血管并发症，身上感染了各类的细菌、真菌、病毒和寄生虫。恶性的肿瘤也可能涣散在了全身所有的地方。那身体内的器官呢，已经衰竭到了极点。那1/3的艾滋病患者到了艾滋病发病晚期才会发现自己患病。发病的前2年，如果有幸没有死，那通过抗病毒治疗控制住了病毒的一个发展，同样可有长达10年的生存期。那感染病毒之后呢，不经过任何治疗，寿命往往是在10年左右。但是感染艾滋病的这个婴儿呢，2岁前死亡率高达 50%。经历了一般性治疗的存活期呢，在10年到20年，使用最先进的这个治疗法，比如说这个鸡尾酒疗法，那存活期呢是20到30年，甚至接近预期的寿命。但如果感染后期甚至发病后才开始治疗，预期的寿命会大打折扣。那奇迹发生时呢，也有可能被彻底治愈，甚至是直接自愈。那好，那下面呢，我们来讲一下预防怎么去预防艾滋病。只要了解到它的传播方式，做好预防，它其实也很容易避免。那么艾滋病到底是怎么传播的呢？3种主要的途径：血液传播、性传播和母婴传播。你看，那正常的接吻、拥抱这些普通的接触是根本不会传染的，所以和艾滋病患者友好相处是完全没问题的。那该怎么去防呢？第一招，保护自己使用这个安全套，别觉得麻烦，这个是性传播的第一道防线。不管你觉得对方有多么的安全，保险起见毕竟健康才是硬道理，对吧？那第2招，避免不必要的血液接触，比如说纹身、打耳洞这些。那要选择一个正规的店铺，确保器材是一次性消毒的。还有一点，千万不要随便去献血，或者是接受没有检测过的血液。第3招，不要分享私人物品，比如说剃须刀牙刷这些小东西那么有可能沾有微量血液，他们自己用自己的就好了省得麻烦那第4招呢，尤其是准妈妈要注意如果有怀孕的计划，一定要提前做检查，通过正规的医疗手段母婴传播的风险呢是可以有效的控制的。好，那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哦。